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1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见面啦。美股来到重要窗口，科技股强势上涨，纳指连创新高。但除了汽车和半导体外，其实很多股票都是下跌的。道琼斯甚至出现了7连跌，英伟达也有陨落的迹象。美股走到这，难道真的是行情的高点吗？阿哲会在本期视频中告诉你最新的美股操盘策略。特斯拉上涨目标是多少，以及当下有效的持股方法。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目录，今天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的119期。阿哲呢，依旧会通过3个方面来讲解当前的行情视频。第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专题分析，我们会通过趋势线和时间变盘点来进行分析。以及呢，最后会用空间测算来告诉大家，目前的市场走到这里是风险还是机会，跌破哪个价位是风险，突破哪个价位会是机会。而后的第2部分和第3部分会是特斯拉、英伟达、MSTR、台积电、PLTR、谷歌、亚马逊等等个股的解析，其中特斯拉和英伟达会做专题的多维度的分析。其余个股呢，阿哲会进行技术分析的快报，简单的为大家去讲解一遍当下的新的点位。如果您是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呢，在开始正式内容前，先提醒一句，就是阿哲的内容一般会较多，视频时常会难以把控。如果您的时间比较着急，可以在下方的时间轴上进行一个跳转，看到你最想要关注的某个指数或者个股的分析。希望这一方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不会浪费到您过多的时间，而同样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有效的分析。现在呢，阿哲重申一下目前的分析的角度和观点。在前期第一位的防守阴线突破后，阿哲认为这一天是一个买入机会，而后持股待涨，直到市场出现负线，我们认为是风险，而后离场。在负线之后，市场又出现了大阳线的突破，阿哲认为这一天可以重新开始的看多，但是因为市场走到这里已经不是低位，所以阿哲在上期视频讲到，你可以看多，但必须仓位得要轻，它只能是首次的试错的看多买进，而不能够过多过早的把之前获利的仓位再次满仓买进。我们看到最近是不是出现了2天的震荡行情，在这种强势上涨高位再次反包的行情下，它很大概率是会出现调整的。所以在上期视频我们讲的是一个清仓看多的策略，而不能够过于快速的上满仓位。现在阿哲从 K 线的角度来告诉大家，目前的防守位应该怎么去设置。如果这一根阳线我们是清仓看多，那么走到何时我们应该把本次的看多仓位止损，或者说继续拿着呢？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是负阴线的图表，它由2根 K 线组成，第3根 K 线为入场线的判定，前面2根 K 线必须得是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阳线它没有太多要求，只要是绿色的 K 线就行，但是阴线有所要求，阴线的最高价格包括影线，它得比昨天阳线的最高价是高的，而后阴线的收盘价它至少得跌破阳线实体的一半。那比如说像这2根 K 线就是负阴线，当价格的阴线高点创了昨天阳线新高时，而它的实体跌破昨天阳线一半实体时，我们认为它就是一根负阴线。而负阴线的产生，我们如果是上涨当中有所利润，那么你应该在这一天卖出手中股票，短线获利了结。这也是为什么在防守阴上涨买入之后，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的阴线去卖出手中股票。那卖出之后，我怎么知道后面还会不会上涨，亦或者这个高点就不会被突破了？其实很简单，看到第3根 K 线，我们所说的 XK 线，这一天它的出现很简单，只要负线之后第2天，它是负线后的第2天出现的 K 线就是 XK 线。这根 K 线的最高价格可以作为入场线，同时也可以作为入场后的止损线。我们放大看到这里，当市场出现了负线卖出，而后第2天下跌，这一天的 K 线不管是大跌、大阴、大阳，它的高点我们都进行一个划线，只要股价能够重新的短期3到4天内重新站上突破，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前方的下跌为洗盘砸盘，
你要重新的去看多买进，或者在明确上涨之后再去看多买进都没有问题。那你看到现在为什么这个地方出现了负阴线后，阿哲觉得这一天可以重新清仓看多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一个突破 XK 线，所以在 XK 线高点之上为多方的区域，而在这根 K 线的高点之下为空方的区域。 XK 线最高价格它又是入场线又是止损线，而目前清仓看多的点位我们还在保持，虽然说连续2天收阴，但价格收盘没有跌破前方这根 K 线的高点，所以当下的负阴线的买点它后续还没有出现清仓要止损的现象。这呢就是根据负阴线我们得到的一些止损位置或者说防守点位，你可以简单去分析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那么我们再深入一下，看一下趋势和变盘点位上有关的一个分析。看到下面的图表，这张图表呢是上期视频阿哲所给到大家的，当时呢标记的这些时间都是同数变盘点，也就是说当某一个月份它的月和日是相同的，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同数变盘点。比如说像前期这一轮大选后的大涨，那么这个最高点的位置就是11月的11号，它又是11月又是11号，2个日子的重叠，我们认为它是时间上要去关注的纳指变盘点。那么包括之前前期的下跌，8月8号是一个底部区域，9月9号也是一个底部区域。那么阿哲上期视频提醒大家，在12月的12号本周的周四这一天你要小心，因为市场当中走到这里，你要去判断一下这一个12月的12号纳指的变盘点，它是上涨当中的变盘高点，还是下跌当中的变盘低点，亦或者是上涨中继的小高点。这是我们需要在目前依旧要有所判定的，而当前你是否有了答案？在出现了12月12号的变盘点后，市场是不是大阳后的震荡行情？从 K 线的角度，目前也是在面临选择的方向。而很明显你可以排除掉的是，它绝对不可能是8月8和9月9的低点变盘，因为之前这2个变盘点前面是大跌的，所以这里是低点变盘。那走到这个地方，它必然不是下跌当中的低点变盘点，它要么是一个上涨的高点，要么是一个上涨的中继，是一个小高点。它要么和11月的11号一样是高点，要么和6月的6号一样是一个中继的调整。那么现在本周走完，你觉得12月的12号它究竟是哪一种变盘点呢？这个地方阿哲教大家一个右侧的确认方案。你既然知道12月的12号是很重要的点位，而目前这里在上涨当中它是一个高位，那它究竟是上涨中继还是上涨见高点？我们把这根阳线的高点和它的低点做一个延伸，在 K 线的角度，它目前是不是也在选择方向，只是还没有出现明确的选择。如果股价在下周收盘能够突破向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12月的12号是一个上涨中继，就如同6月的6号它后续高点突破依旧还有上涨空间。那假如市场当中的收盘价是往下收盘跌破前方阳线的低点，我们就可以认为12月的12号它和11月的11号是相同的变盘，高点变盘，后续是看方向选择向下的。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分辨方式，但是阿哲要提醒各位，这一个向上的突破和向下的突破，我们的 K 线上最好有所选择。类似于前方的这种震荡的高位的区间也是选择方向。它的这一天是不是收盘跌破前方的箱体？这一天最好是一个实体阳线，千万不要是10日星，也不要是长下影线。如果是10日星或者说长影线的突破，一般这个方向大概率是假的。我们再看到前面这里，是不是股价出现了一个震荡的区间？那跌破的 K 线，跌破的 K 线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实体的阴线，而且是大面积有效的跌破？那包括像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震荡区间之后下跌的破位，是不是还有明显的跳空和大阴线的下跌？我们认为这种上涨遇到变盘点后的破位，它的方向选择向下。那这一个6月6号变盘点出现了，它有没有去跌破附近的关键支撑或突破关键压力呢？是不是有的？它突破了6月6号的高点，也突破了6月6号前面的大阳线，
而后有加速，所以它是一个中继，而它是一个高点，而这里它也是个高点。那现在呢，会往上突破还是往下跌破呢？你就会知道12月12号它究竟是上涨中继还是上涨变盘高点。所以目前你的仓位必然是要轻的，不能够有太多的仓位留在当前的美股市场，而后方向选择之后，在某个方向上去压上你剩下的仓位。听到这里，大家对于美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对于阿哲的分析能否理解？那么如果你是老同学，听到这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点赞，支持一下阿哲的视频创作。而如果你是新同学，听到这里感觉有所帮助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可以在阿哲频道点击一下下方的订阅按钮，订阅之后你就可以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只要是粉丝观众，同时点击下方的铃铛，点开全部，那么以后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上传之后公开之后，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通知，阿哲的直播，阿哲的视频都会在公开之后第一时间通知到你。这是成为粉丝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你可以及时的关注到阿哲的动态和更新。那么这里呢，也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部分，有关美股纳斯达克指数的空间测算。前面我们讲了趋势和变盘以及复阴线的一些防守位，那么空间上给到我们什么提醒？股价突破哪个空间可以继续看涨，跌破哪个空间会有风险呢？关于这一部分是阿哲每次开盘之前都会去计算的点位，而关于这个点位，只要你是订阅观众，你就有机会能够领取得到每天盘前阿哲所发布的这条信息和预测的当天点位。关于这条信息呢，是阿哲专门为订阅观众所提供的限时福利信息，每天盘前都会更新，只要美股开盘就行。而这个点位如何使用呢？阿哲会在盘前告诉你，今天的纳指日内的高点压力是在哪个地方，以及低点支撑是在哪个地方。股价如果是正常的波动，没有明确的多空强弱之分的话，高点低点理应出现在这个区间之内，不应该超过它们。而假如有一方势力极度强势，比如说多方强势，那么收盘价就会突破预测的高点压力。如果是空方强势，则会跌破预测的低点支撑。那我们看到图表当中，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在每根 K 线底下，偶尔会出现一些颜色的标记，为红色和绿色，阿哲称其为红绿灯的提醒。当市场的 K 线出现红灯的时候，说明当天的收盘价跌破阿哲所预测的日内低点，为空方强势。如果它为绿灯，则说明当时的收盘价突破了阿哲预测的日内高点，为多头强势。那么这一个方法不是让大家去买到最低和卖到最高的，它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的识别到当天的多空谁强谁弱，多方强则顺势做多，空方强则顺势看跌。那么市场出现红点时，说明空方强势，短期容易下跌；如果是多方强势，则短期容易上涨。那么最简单使用红绿灯的方法，就是在绿灯出现之后果断买进持股，红灯出现进行卖出止盈，绿灯再次出现再次买入看多，红灯出现则再次止盈。那包括最近呢，绿灯出现这根阳线你可以去做多，但第二天出现了红灯，我们必须立马止损离场，不管你是赚还是亏，你止盈和止损都应该在这一天离场观望，等待市场下一次再次出现收盘突破预测高点。而目前昨天的 K 线，它的收盘价是在预测的高点和低点之内的，所以它属于正常的波动。那这一天是正常波动，你就往前去看，前方告诉你空方目前是强势的，空方强势之后，市场哪怕回归正常波动，也不是买入机会，它依旧是一个空方的领地。只有再次出现绿色 K 线，我们才认为市场会有机会产生。那么如果你是今天才来到阿哲频道的同学，你呢应该是不知道这条信息怎么领取的。阿哲稍后呢也会告诉你，如果你订阅了阿哲怎么样能够把这条信息发送给你，你每天盘前都能够收到。那么这里阿哲还是想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在下周一的时候，
它如果突破了哪个价位，我们可以继续看多目前的美股市场呢？这里阿哲给大家这个点位进行一个公布。那目前呢，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的图表。那么这根 K 线底下是没有红灯和绿灯的，所以这一天是一个顺势，市场是一个顺势。那么前方是红灯，那么顺势目前依旧是看跌的。那么在周一的时候，下周周一的时候收盘突破哪个价位，它会重新亮出红灯。这里阿哲呢把这个价位告诉一下大家。注意了，这一个向上所应该突破的价位是谁呢？是20116.28。也就是说，在周一的时候，如果纳斯达克指数收盘能够收在20116.28之上，则说明市场将重新亮起绿灯。那么这个价位阿哲就放在这里。那么这个价位阿哲在今天周六就可以告诉你，因为呢市场当中这个价格是不会变的。周一的股价不管如何波动，它都不会改变，只有周一的收盘价收在这个价位之上，市场才会有绿灯，才说明多方强势，我们才会继续入场看多。有同学听到这可能也想要询问一下，那么在周一的时候不能跌破的低点支撑是谁呢？关于这个低点，到时候阿哲在周一盘前也会去计算，而后去公布，到时候大家只要是新订阅的观众应该都能够看得见。那么接下来阿哲告诉一下你如何在订阅之后收到阿哲这条短信呢？其实很简单，在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阿哲有一条置顶的评论，你点击置顶评论当中的链接，你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助理老师。那么助教老师会告诉大家如何去领取到这条信息。阿哲也希望在半个月的时间中，你可以通过这一个信息能够有所收获，也不枉呢我们相遇一场，以及感谢你的订阅。同时这里阿哲还要提醒一下，找到助理之后，你不只可以拿到这一个日常的盘前的解析以及点位预测，你还可以呢加入到粉丝群组，以及收听我们的内部直播非公开的课程。那么粉丝群组的加入有一个另外的要求，首先第一个，你是订阅观众，那么你有资格能够去加入阿哲的粉丝群组。其次呢，你得要真正的热爱学习和热爱技术分析，阿哲才会让你进入到粉丝群组。那怎么样去证明大家对于技术分析是认可和热爱的呢？我们的每一期每一节的内部课程当中都会有课程的作业安排，每一位老师在授课之后呢，会有课后的作业的安排。你只要完成一次作业，说明你是认可这一项技术和技术分析的。而助教老师在收到你的作业之后，会进行一个批改，只要你的作业是合格优秀的，那么就有机会被助教老师邀请进入到粉丝群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一个内部课程的课表。本周我们会讲一下狩猎波段的利润，会以波段的角度告诉大家小波段、大波段应该怎么样去把握他们的利润。这在当下的牛市美股行情当中应该非常适合。后续的走势如果选择方向，要么是波段的多头，要么是波段的空头，那么在接下来行情我们如何去分辨你手中的个股走的是哪种波段，应该去如何狩猎它的利润，会通过16号到20号下周5节课程的时间，我们讲一下市场当中的攻守三线、操盘三阳、杀跌三阴、机构三浪和控盘三法。5节课程5种方案，告诉大家波段的利润应该怎么去掌握，分别会涵盖波段的洗盘、启动、砸盘、拉升和它的全景图。关于这一份课表，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如果你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那么在下周一定要每节课程认真收听。而但凡一节课程当中你的作业表现优秀优异，那么助教老师就会带大家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纳斯达克指数的趋势变盘分析和空间点位测算。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个股方面，特斯拉、英伟达以及其余个股的行情解析，当下的操盘策略。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空间、价格、动能3维度的解析。空间上，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一点，在 406.71 已经是以一根实体阳线完全的跳空高开高走的突破，甚至没有一点点的上影线。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大概率是有效的。那么只要 406.71 突破是有效的，那么下一个目标位阿哲是直接看到 478.4，
这个空间比前面的每一个区间都要大，而这种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巨额的利润，这也是上期视频阿哲所讲到的特斯拉接下来还有巨大利润的一个原因。而上方还有一个点位，这个点位阿哲本期视频就没有写出来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上期视频当中去观看。而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另外的一个交易的方法，就是价格动能方面，怎么在低位买进之后能够尽可能的规避掉一些波段的洗盘，或者说一些假的下跌，而去拿住手中的利润，拿住这一波特斯拉的上涨行情呢，甚至你有可能一直拿到 478.4。 那么这一个方案其实跟刚才所用到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多空动能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那个红绿灯的一个预测效果。只要股价上涨一直保持绿灯，或者说没有出现红灯，那么说明这一波上涨一直是强势的，还没有到获利了结的时刻。而在上期视频这一根阳线的时候，阿哲讲到 413.575 只要不跌破就没有红灯。那第二天这根阴线收盘是没有跌破的，所以没有出现红灯的情况下依旧看涨，又走出一根接近关头的阳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只要每天去关注特斯拉它的一个反手点位，只要不跌破那一个预测的日内低点，就依旧能够看涨。所以从下周开始，阿哲的 Telegram 当中的消息会日常更新纳斯达克指数的日内高低点预测之外，还会顺带着把特斯拉日内的高低点也写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能够有所帮助。如果你是今天订阅阿哲的，所以你千万要记住了，在下周开盘之前找到助教老师，就在下方的视频当中有一个置顶评论啊，在里面就可以找到助教的 Telegram 啦，你就可以收到阿哲下周盘前的信息啦。那么阿哲呢也比较担心，可能大家呢在下周一开盘之前没能及时的找到助教，联系到助教，所以阿哲在本期视频当中再次把这一个防守点位告诉大家，在下周周一的时候不能跌破哪个点位，跌破你可以先进行离场观望，获利了结，等待下次的绿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而图表当中是不是这些 K 线有红灯有绿灯？那么我们再次声明一下，在图表当中所出现的这些红灯绿灯，它的目的不是让你买到最低价格，或者说卖到最高价格，它是为了让你看到当天这一根 K 线多方强还是空方强。我们做的是一个顺势的空间上的买进，比如说在前方这个低点的时候，它确实当天是空方强势的，我们这一天是不能买进的。但是在第二天出现了一根阳线，它是一个绿灯，从这里开始你可以看涨。但你会发现绿灯之后没怎么上涨呀，等到这一天亮红灯了，它其实没有利润，甚至要进行止损，这是一个常有的现象。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关注多头当天的强弱呢？因为我们可以接受这种失误，我们要的是一旦让我把握到一波真正的启动点，大涨行情通过这种方式你绝对不会错过，因为大涨行情开始之前一定会有多头极度强势的表现，但不是每一次多头极度强势就会立马的出现上涨，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可以去把握买进，但是你不要每一次都有渴望，我们只要等待真正到来的那一刻就行。当你发现这一次买进之后没有上涨，好，没事，这一次红灯我离场止损，亏那么一点点没有关系，反正不会大亏。但一旦出现真正的启动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大涨行情大的利润就产生了。那这一个位置绿灯后转为红灯，我就止盈卖出呗，没有任何的问题。等到再次的绿灯我再买进，等到再次的红灯我再止盈。那么这里是不是红灯之后又绿灯啊？绿灯之后又红灯，没太多利润，但有一点点。而后红灯立马转绿灯，我们说前面的红灯就有可能是假的。那么这一天的绿灯我们就一直拿，目前没有红灯。那你说这一波上涨，我通过强势的 K 线绿灯把握到了，这一波的上涨也是一个强势的绿灯把握到了。那你说像之前这里买进之后亏了一点，这里买进之后没怎么赚，有关系吗？包括这里买进之后赚了一丢丢，没有关系。我只要知道总会有那么一轮行情，我真的能够从起点把握，而后大概率能够拿到结尾就行。至于之前偶尔出现小亏小赔小赚都没有关系，
大赚一波够我赔10来20次，大赚一波够我失误10来20次。而且这个失误很多时候也不会说让你失误10来20次，而后一次都把握不了。所以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知道了，只要你能够看懂多头强势的 K 线以及空头强势的 K 线，你顺势的去买进和卖出，你绝对能够逃过大跌，并且不会错过大涨。所以按照当前的策略，绿灯一直在亮，那么这一条路呢就一直是通行的，直到有红灯出现，我们再停止脚步。目前的市场它的一个绿灯会不会继续亮呢？会不会有红灯出现呢？我们应该看到周一的时候，如果股价的收盘跌破了一个价位，这个价位是 425.97， 注意了，之前的那一个防守位现在已经没用了，我们需要抬高。在周五这一天，它的防守位是在 425.97， 股价在周一的时候只要不跌破这个防守位，收盘不跌破，我们就认为特斯拉依旧没有红灯，依旧没有风险，依旧不用停止前行，你就可以一直持股。这也是目前特斯拉本次上涨当中我们的持股方案，这一个大家注意了。阿哲呢在下周每天盘前也会顺带的更新一下特斯拉的持股点位。如果你手中目前哪有特斯拉，或者说关注的特斯拉，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千万不要被收盘跌破，跌破就是红灯，红灯出现不一定会大跌，但红灯出现告诉我们可以止盈，从这一个绿灯开始的利润你可以止盈，等到下一次绿灯我再去买进。你说这一个绿灯出现之后，红灯卖出，后面的行情我会错过吗？不会的，它再次启动的时候一定是会有绿灯的产生，所以你不用担心红灯出现卖出后面会不会再涨，会不会错过，不会。只要红灯出现之后再次有绿灯出现，你就再次进场就行，你绝对不会错过特斯拉接下来有的行情，它只要后面还能涨，就一定会有再次的买入机会。以上是特斯拉空间、价格、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为什么阿哲觉得它有陨落的迹象？目前的英伟达已经不是曾经的王者，已经有些虎落平阳，被犬欺。昨天博通的大涨居然让英伟达和 AMD 纷纷出现了下跌，这本身就不是一个该有的事情，它可是老大呀，一个老大居然被其他的小弟所影响了。所以目前的英伟达已经从技术面上以及基本面上有所变化。那么阿哲本期视频主要讲的是技术面上的变化。在前面阿哲讲到一个价位是多空必争之地，是 141.1， 那么价格之前是在这个附近进行震荡盘整，但是呢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股价已经产生了下跌后的反抽，但现在呢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股价之前出现了向上突破，而下跌是没能守住 141.1 的，而这一根 K 线在盘中的时候出现了上涨，但上涨呢也并没能够突破 141.1， 所以当前的这个价格已经完全的失守，完全的被空方所击破，多头完全的失败了。而在最近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下跌，跌破了前方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支撑线，这一个趋势线在下跌之后出现了反抽，但反抽过程当中没有有效的站上，而出现了压力，进行再次的下跌。所以你会发现的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从前面呢还能够去再次进攻一下 141.1， 而在本次下跌破位之后的反弹，它已经碰不到 141.1， 连趋势线都不能站回来。所以在 141.1 和底下的趋势线的支撑的表现之上，我们就会发现了英伟达已经彻底的走弱，目前仅有一线生机，而且这个生机呢特别的小，这个生机就是负阴线在破位的最后一天出现，这一根 K 线是不是高点比昨天的阳线高点高？我们说昨天阳线是没有要求的，昨天阳线只要是绿色就行，它这一天是10日星，而今天的这一根阴线的最高点比昨天的最高点是高的，它的一个收盘价是不是跌破了阳线实体一半？好，它就是一个负阴线，负阴线产生如果是上涨当中呢是一个风险，当下跌途中出现，它有时候不是风险，
因为下跌当中，我们手中肯定是多头筹码很少，或者说已经是卖出的。这个时候再出现负阴线呢，它不是一个卖出的信号，而是一个观望观察的信号。它有可能是下跌的踪迹，后续继续大跌。但是它如果在这里是止跌的话，就说明会有反弹出现。只要坚持 X 的高点突破去看反弹，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英伟达是否真的要陨落了。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负阴线之后是加速下跌，好的，那么基本上是没了。那如果这里出现的是10日星止跌阳，那么只要价格突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够去突破上方的趋势线。如果突破能够成功，说明前方的跌破目前修复了，那还有一线生机，后续还有机会。如果负阴线之后不能够重新突破站上趋势线，那么后续的行情基本上不要做多。而我们看到现在的英伟达的动能 K 线底下的这些红绿点就是红绿灯。那么同样的，你可以发现的是，市场当中只要是有连续的强势的上涨，那么它必然呢会有一个绿色的点位的出现，绿灯的出现。虽然不是说绿灯出现每次都能大涨，但是只要有大涨的时候，绿灯是一定会让你把握到机会的。所以每次的绿灯出现，你就渴望后续有上涨行情，绿灯出现就渴望它有行情出现，那么就没有问题了。每次绿灯出现，你就尽可能的去参与。但是有一种情况，绿灯出现最好还是等一等，就是当你发现出现了绿灯之后，立马出现红灯的时候，这就要小心。一旦有绿灯出现，但是立马第二天转红灯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特别是这种刚刚转绿灯了，第二天立马转红灯，那么这也告诉我们，这一个绿灯它有可能是一个诱多。当出现了绿灯的时候，而且是刚转绿灯，然后立马又转红灯，那么则说明这一个绿灯有可能是一个高位的诱多行为。但是不管如何，你只要简单的去执行，比如说绿灯就是看涨，红灯就是应该离场。那现在呢，在之前是不是出现了红灯而后绿灯，我们可以看涨，这一天没有问题。但现在我们再看到最新的这一根 K 线，它又转为了红灯。那既然转为红灯，那么我们不管现在是亏一点还是亏多少，你都应该在这个地方去进行离场。那么这一笔呢，就当是亏损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之前你这里是肯定赚的，这里也是赚的，这里都是能赚的，包括这一波行情也是赚的。那是不是像这一个地方也是赚的？像1、2、3、4、5，在本次的图表当中，从低位90.67涨到现在以来，你会发现绿灯的表现很好吗？不算好吧。但是这5波的大涨，5波的有所多方利润产生的行情，你用这个绿灯及时的买进，跟到红灯结束，都能够产生利润。而后其他的你说绿灯买进了，红灯了，立马红灯了，我要止损。那你会发现这5轮行情产生的多头利润够不够你在其他时候去赔的？绝对是够的。哪怕每次你说后面买进了，除了这5波之外都是赔的，你也是能够掌握大部分的本次的波段利润。而这又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每一只股票的多空动能。它是一个很傻瓜的方式，但是它又很有效，它绝对能够让你规避掉大跌，而后也绝对不会错过所有的大涨，只是什么时候买进的问题和什么时候卖出的问题。而当下的英伟达肯定不是一个买入的好时机，因为它是一个红灯，红灯就应该停，绿灯才能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股市当中也普遍的适用。以上呢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专题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那么接下来阿哲就不会像刚才特斯拉和英伟达那样讲的过于多的一个分析专题了，接下来我们讲快一些，关于一些个股的技术面的解析。目前的 PLTR 在上期视频我们讲到出现了负阴线，负阴线产生它的一个 XK 线是不是这根长上影线？那么这根长上影线的高点是不是已经被突破了？所以股价在 67.31 突破之后的回踩，要何时才能止跌，何时才能够买进重新看涨到 84.08 呢？就在这一天开始，因为它重新突破了负阴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是一个买点。而负阴线 X 的高点是一个入场线，也是一个止损线，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标准了，
这一个长上影 K 线的高点目前是入场线，也是后续止损线。跌破在它之下，我们就不要再做多了，继续看回踩 67.31。如果保持突破，我们已经是买进的，就持股待涨，看到 84.08 即可。这里稍微关注一下，就是下方最近的放量阴线也是负阴线这一天，它呢因为是放量的 K 线，从量价关系来说，这个地方应该有许多的套牢盘，它也是80块左右，临近 84.08。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位呢，不一定会非走到 84.08， 在84到80这个空间附近都有机会遇到比较强的压力位。而如果能够快速的把这个高量阴线80块钱突破，那么 84.08 大概率能够有效突破，继续往后去看涨。这是量价方面我们简单能够做出的一些结论。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谷歌。谷歌的话呢，如期出现了调整。上期视频我们说，对于某些关键的颈线位出现放量的推量的缺口突破，是一种很有效的突破方式。而之前这里突破，是不是股价后续它回归到了这个区间内的时候就止跌，而后上涨回踩就往上去推动了？那么在前面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前面放量阴线的位置，是一个重灾的压力区。而它以连续的推动的成交量去消化这种套牢筹码前高的订单。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又是一个推动的量能缺口的突破，所以它也是有效的呀。那么阿哲也说过了，这个地方的突破因为是大阳线加大量，所以它回调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是不是最近2天出现了回调？那我们也说过了，这个缺口的地方你要注意了，缺口的地方它不容易被回补。那么既然不容易被回补，那股价往下跌，你只要找到止跌的点位去买进就行了。我们通过动能 K 线来看一下目前的下跌有没有出现红灯，来看看它的风险。当前我们所看到就是谷歌的日线图表，图表当中呢有红灯有绿灯，看到最近的是不是低位下跌的时候，它有一个高位红灯出现，然后转为风险，就是我们可以以绿灯买进。出现红灯的时候呢，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止盈就行了。绿灯买进，红灯止盈啊，又有绿灯了，买进。好，买进之后没有利润，亏损了，没关系，红灯止盈就行，或者说红灯止损就行。那股价这一波下跌，你就不会吃掉，大跌之前你可以跑掉。那像这里绿灯买进，没多少利润，那么红灯出现也跑也行。这一天你不跑，第二天你跑吗？第二天就大跌就来不及了。所以大跌呢，它不会让你全吃。但是大涨呢，它总会让你吃到一点。大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绿灯吗？没绿灯，有红灯出现你就卖掉，千万不要说不卖。你说有些红灯出现了还能涨，不要管，你只要知道红灯出现就是风险。那红灯出现有大跌的时候，你就跑掉了，不是吗？所以出现了红灯就不要买，出现了绿灯就看涨。绿灯之后又红灯就是风险，红灯之后又绿灯就是机会。你只要把多空看明白了，你就至少呢比大部分散户都强。那这里是不是再次的绿灯呀？在加速之前又给你绿灯了，你看不懂，这一天你说还没有反包阳呢，你等它反包阳，等它反包就晚了。这根阴线反包的时候早就涨过去了，所以你不要单纯看 K 线来判定强弱。这一天没有完全反包阴线，但是它就是空间上的强势阳线。这一天开始让你看涨，昨天为红灯，今天为绿灯，所以这里是什么？砸盘 K 线。好，绿灯后重新看涨。那么这一根大阳线的时候还是一个绿灯呢，第二天没有突破也没跌破，所以没有灯啊，它是一个黄灯。而股价这一天是不是红灯了呀？那么谷歌从这一波加速到现在到这一根红灯的时候，你应该止盈了。所以谷歌的这一轮上涨到了周五这根 K 线，你就应该止盈了，不要再恋战了。你说阿哲后面还会不会再涨啊？阿哲也不知道，但阿哲知道的是这一天它的一个空头有些变强了。那么关于谷歌呢，因为大家最近关注的比较多，所以阿哲也给大家去讲一讲，假如周一突破哪个价位会重新转为绿灯。周一的价格是 192.86， 如果股价在周一的时候谷歌能够收盘突破 192.86， 那么阿哲认为这个地方它肯定是一个绿灯，那么肯定我们可以继续的看涨。正常来讲，绿灯最好是一个阳线，
虽然说有时候阴线也有绿灯啊，但最好呢还是以阳线为绿灯买进会更好一点点。所以价格呢，谷歌是 192.86， 这个价格它不会变的，它跟均线那些不一样，它跟传统指标不一样，它是已经固定的，不管下周一怎么去动，不管怎么波动，它的价格都是收盘过了就是过了，收盘过了就一定是绿灯，收盘不过就一定不是绿灯。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谷歌之外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话，我们看一下最近的走势，看一下前方的这一个区间，注意了，市场出现震荡就是方向的选择，而这种区间的震荡，特别是前高附近，那么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区间它会有一个压力的提醒？但是如果有效的突破，比如说放量了，它已经把前方的套牢全都吃掉了，大家都卖出了，该空方止损的也止损了，该多方重新买进的也买进了，前方的订单就消化了。好，消化之后它就不是一个压力了，是支撑。所以股价呢，最近的台积电是不是在前方区间范围内震荡？虽然有时候会跌破一天，但立马就站回来了，这肯定就不是有效跌破，因为跌破当天呢是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所以这前方的区间范围之上，它都是一个多头的市场。那么前期这里是突破的太猛了，这一个量能放的太多了，所以略微的回撤了一下，回撤没有跌破，但是现在你看到这里再次的突破回踩，是不是这一次都没有跌到这个区间之内，又出现了背量的阳线？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地方比前面要强，台积电走到这里，它比前面这里要强，而它下方呢是有一个支撑的区间的，在本次上涨回调当中是没有跌破这个区间的，说明多头在这个区间当中看多的意愿呢比前面也要强，所以目前的台积电多头在占领优势，逐渐的反转趋势。所以阿哲呢在本期视频当中的个股列表加入了台积电的技术面分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引起关注。那么图表当中所画的这一个箭头是代表量价当中的异动，它出现了大量以及倍量，阿哲呢就简单的画一下。那么最近最新的周五的阳线，它也是一根突破向上的倍量缺口，一般倍量而又有缺口的 K 线呢是要去关注的，特别是前面的缺口回踩没跌破的时候，它再次倍量缺口，那么我们就认为它很容易是一个启动的缺口。那么像前面这里虽然说有倍量缺口，但是呢后面跌破了回补了，那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倍量，但是它的缺口这一天不是倍量啊，是缩量的，所以效果也一般，也被跌破了。那像这里呢是倍量是缺口，那股价呢回补之后没有完全的有效跌破啊，还是快速的站回来了，跟这里不一样，它这里跌破之后是没有再次站回来的。像这里呢又出现一个倍量，又一个缺口啊，缺口倍量是抬高的，后续股价呢短期拥有行情。那么现在呢又是一个缺口，又是倍量，又是没有跌破强势的，再出现缺口，那么这里短期也容易有行情。至少在阿哲看来，台积电目前的技术面走的还是蛮漂亮的一个启动形态。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STR 最近也是经常在讲，从前面的高点出现了一个负阴线之后，是不是高点创新高，收盘比阳线一半要低了，这是一个卖出信号。它不是每一次都是卖出信号，像这里也是负阴线吧，高点创新高，收盘跌破实体一半。当负阴线之后的 XK 线要关注，它突破了就是重新看多，如果出现之后卖出啊 XK 线没突破就不是机会。而后我们再看到这一天是不是又是负线啊，又是 X 突破了吗？突破了，可以买进，但问题买进之后啊，它又来一个负线。所以最近阿哲呢对于这个 MSTR 呢也是比较无奈，为什么？它天天是负线，天天都不给机会，唯一给的机会的买进点呢，第二天又是一根负线。但是呢我们依旧要执行我们的交易策略，就是 X 被突破之后才能买， X 的高点呢被跌破就要止损，所以这一天是买点，这一天应该止损。那么目前又有一个负线的产生，它是一个负线，第二天又是 X， 它的高点能不能够被突破？如果能被突破，这里是一个机会，我们依旧呢能够认为前面的行情都是在洗盘，都是在砸盘，这里将会再次的起航。而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三角，它是不是一个对称三角？
因为它是由一个上方的下行趋势线和下方的上行趋势线构成，所以它是一个对称的三角。对称三角只要能够突破也是机会，目前呢是往上突破的概率更大，因为已经往上突破了，只是呢它前面的量能是缩量的，而后是整理的，这里的突破最好能够有一根放量的阳线来确认一下，就更加完美。最后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日线图表，以动能 K 线简单为大家做一个分析，是不是前期的阳线只要收一根绿灯我们就可以看涨啊？绿灯看涨，红灯的话就不要随便看涨。那有时候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绿灯买进啊，红灯的卖出，没怎么赚钱。那这一天呢是一个绿灯，但是却是阴线，阿哲说过这种买点就不是很好啊，你呢可以去放过这种买点。那像这里是一根阳线，而后是绿灯，而后你可以买进。那像这一天红灯你就止盈，绿灯买进，红灯止盈，是不是大跌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去碰到？那这一天绿灯买进，红灯你就卖出，有所亏损没关系。好，绿灯又来了，一直绿灯一直没有卖点，一直绿灯一直没有卖点。我们说过，你去用这个方法，你只要去逮到一个这样的行情就行了。之前的哪怕做的再不顺心，哪怕你的收益再怎么低，甚至呢有亏损也没关系，逮住一波啊！你一年做一只股票，一年能够逮住一波，是不是就够了？好，那么现在呢，是不是绿点一直出现？有红点吗？没有红点，两根阴线，目前依旧是绿灯。那接下来的它的调整，如果继续调整，那么是有机会变成红灯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走到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会变成红灯呢？阿哲告诉大家一个点位，写出来，在下周周一的时候，亚马逊如果向下继续调整，跌破了224.491，那么收盘跌破这个价位，我们认为红灯就会出现，也是呢前期股价在绿灯买进之后的首次的红灯，我们就要小心这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前期是什么时候啊？11月25号绿灯出现，一直拿到现在，有红灯吗？没有。但如果下周周一收盘跌破224.491，那我们就认为这里将会是一个红灯 K 线，绿灯型走到这里，如果有红灯，你就应该停一停。以上就是12月1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走到这，确实是一个方向选择的节点。如果你的水平有限，对于短线交易不是很擅长，那么前期的波段走到这，应该有了不错的利润。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吃鱼吃中段，不要把鱼头和鱼尾看得太过于重，这里有可能是鱼尾行情，所以当前呢可以小仓位的看多，甚至呢是空仓等待方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是有所帮助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